第三个进到办公室的，便是先前动员其他骁骑卫趁机反抗的短发男子。当他在门口说出那句骁骑卫左旗长求见特使大人的时候，叶晨就认出了他的声音。所以从他进门的那一刻起，叶晨就在观察他的一举一动。这男人约莫40岁的年纪，虽然长了一张大众脸，但眉宇间却有着隐藏不了的英气。见到叶晨，他微微躬身，例行公事般说道：“特使大人，您给的新解药属下已经试过了，并没发现任何异常。”叶晨微微一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短发男人不知叶晨为何问自己姓名，疑惑之余，也只能如实回答道：“回禀特使大人，属下名叫李念宗。”叶晨又问：“我记得死士都是以编号为名，你肯定也是死士一路晋升上来的，为何会有姓名？”短发男子立刻不卑不亢地说道：“属下在死士营中确实是以编号为名，但属下的先祖将姓氏和名字在死士营里一代代传承了下来，这在死士营里也是被允许的。”叶晨点了点头，忽然伸手摘掉了黑袍那硕大的帽子，露出自己的真实面孔。李念宗有些惊讶，他不知道特使为什么要露出真面孔，毕竟这在以往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而且他对叶晨的年纪也有些出乎意料。早在刚才叶晨给他们解药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次特使换了人，不再是之前那个声音很老的老人，而是换了一个听起来比较年轻的新人。不过他对此并没有任何怀疑，毕竟特使与他完全不在一个层级，特使的人事变动也不会跟他们这些死士打招呼。但当他发现叶晨如此年轻的时候，整个人的内心也不禁忐忑起来。因为在他看来，叶晨如此年轻就能成为特使，那他的实力一定很强，而如此年轻就能有超一流的实力，也证明此人天赋异禀，绝非常人。所以他心中非常担心会被叶晨看出端倪。除此之外，叶晨忽然以真面目示人的行为，也让他心中多了几分紧张。这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情形，让他在心中断定，这个年轻的特使绝非常人。这时，叶晨看着他，面带微笑地说道：“李念宗，我问你，这解药真没有任何异常吗？”李念宗心中慌乱，但还是尽全力保持镇定，笃定地说道：“回特使大人，真的没有任何异常。”叶晨似笑非笑地问他：“我看这是你们商量好的统一说辞吧？”李念宗心下一惊，却还是强行冷静下来，装傻道：“特使大人，属下不明白您的意思。”叶晨淡然道：“李念宗，你体内的剧毒已经完全消失了，我没说错吧？”听闻这话，李念宗整个人顿时如遭雷击一般，他惊骇又惶恐地看着叶晨，看着他那略带几分懒散与随性的笑容，他忽然意识到，刚才在隔壁会议室发生的那一切，在自己眼里好像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是现在再看看，这又好像是眼前这个特使大人故意跟自己这些人玩的一场猫鼠游戏。似乎一切早就在他掌控之中，甚至这一切可能就是他故意戏耍自己和其他骁骑卫弟兄。绝望之中，李念宗还试图做最后挣扎，他摇着头对叶晨说道：“特使大人，请恕属下愚钝，您说的情况，属下不曾察觉。”叶晨此时站起身来，踱步走到李念宗面前，淡然笑道：“行了，不用跟我演戏了，你们服用的解药就是我亲手配制的，这几个药有什么功效，我比你们还要清楚。”什么？李念宗瞪大眼睛，满脸骇然地看着叶晨，下意识地问道：“特使大人，您说这解药是您亲手配制？”叶晨点了点头，笑着说道：“没错，就是我亲手配制而成，而且它也不是你们之前服用的那种能让你们体内剧毒延缓发作的解药，而是能让你们体内剧毒彻底消失不见的真正意义上的解药。”李念宗看着叶晨，疑惑地问：“特使大人，您这么做是为什么？”以属下对组织的了解，组织行事一向极其谨慎，
绝不会冒这种风险。叶晨点点头，坦然道：你说的没错，破青会是不可能搞出这种真正的解药来的，就算他们能搞得出来，他们也绝不会搞。李念宗下意识地问：那您这是为何？叶晨看着他笑道：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什么特使大人，而且我也不是破青会的成员，而是破青会的敌人。李念宗大惊失色，脱口道：这怎么可能？说完他又忍不住看向两侧站着的节度使以及节度使的贴身护卫，忍不住问叶晨：难道他们也都是你的人吗？叶晨摆摆手：他们不是，我今晚是自己来的，他们只是被我用心理暗示控制了而已。说完，叶晨又对李念宗说道：对了，我今天来带了好几千颗能够彻底解除你们体内毒素的解药，能让你们所有骁骑卫和所有死士彻底摆脱体内剧毒的掌控。另外，你刚才在隔壁跟他们聊的内容我都已经听到了，虽然勇气可嘉，但是谋略上还是差了一些。如果你们这些人选择留在这里坚守这座铜矿，那破青会打进来杀掉你们所有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你们这些人就此逃之夭夭，亡命天涯，那破青会也一定会将你们逐一斩杀，不留任何后患。这也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只不过后者苟延残喘的时间比起前者稍长了一些罢了。李念宗沉默片刻，看向叶晨，开口问道：那在下斗胆请问，您今日带着解药来到这里，是否能给我们这些人第三种选择？当然。叶晨看着他，赞许地点了点头，朗声道：我今日来这里要办3件事，一是要兵不血刃地控制住特使以及这里的节度使，如你所见，这一点我已经做到了。说着，叶晨微微一顿，继续说道：至于第2件事，是要在破青会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将你们所有人体内的毒素全部清除，但前提是你们任何人都不能逃走，必须要留在这里与我配合，随时随地听我号令。而第3件事就是让你们在解毒之后留在这里与我里应外合，为彻底消灭破青会做准备。李念宗皱了皱眉，旋即一脸严肃地说道：既然您要与破青会为敌，那您与我们就拥有共同的敌人，是我们的战友，而您又愿意解除我们体内的剧毒，那您就是我们的恩人。只要您能不再像破青会那样控制我们，我李念宗愿意为您马首是瞻。叶晨淡然道：我既然带来了能够彻底解除你们体内剧毒的解药，就自然不会像破青会那样再反过头来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控制你们为我卖命。说着，叶晨又道：况且我也不需要任何人单纯的为我卖命，我需要的是你们和我一起如战友般相互配合，共同将破青会连根拔起。而且我答应你们，破青会铲除之后，你们所有人都将彻底拥有自由身，届时你们要去哪里，去做什么，都是你们的自由，我叶晨绝不阻拦。李念宗听闻这话，整个人已然有些激动。叶晨的话对他释放了3个巨大的惊喜。第一个惊喜是他们都能彻底解除体内剧毒，生生世世不再受他桎梏。第2个惊喜是叶晨与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铲除破青会。原本他从未想过自己有能力将破青会连根拔起，可叶晨的高深莫测让他潜意识里觉得跟着叶晨成功的几率会无限放大。至于第3个惊喜，就是叶晨给他的自由承诺，这个才是改变他们这些人几百年悲惨命运的关键。他们的祖先无一不渴望自由身，但这么多年过去，无数人为破青会付出生命，甚至被破青会亲手杀害，但却没有一个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一些骁骑卫和他们那些书生后代确实通过为破青会卖命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但是只要这剧毒一天不解，自由就依旧牢牢掌控在破青会的手里。关在笼子里的鸟没有自由，脚踝上拴了一根链子的鹦鹉同样没有自由。所以
后者那种有条件的自由，也一直是李念宗所不耻的。如果有机会，他更愿意拼死与破清会抗争，哪怕最后死了，也算死得其所。不过，虽然有这样的心思，但他也并非莽夫。他很清楚地知道，如果只是不顾一切地与破清会对着干，那基本就是白白送死。直到几分钟前，叶晨的解药让他燃起了拼死一搏的信心。而在叶晨说出自己真实目的之后，他的信心更足了几分。一念至此，他不假思索地单膝跪地，双手抱拳，虔诚无比地说道：若先生能恪守承诺，我李念宗以所有先祖的名义起誓，定将追随先生，直至破清会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说着，他又忽然改口道：不，我愿至死追随先生，为先生鞍前马后，只要先生能给我的子孙后代自由，我便能含笑九泉，无悔此生了。叶晨点点头，淡然道：我自然会恪守承诺，不仅对你们，也对所有被破清会控制的死士与骁骑卫。待破清会消失的那一天，我会还所有死士与骁骑卫自由。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